大家好，习近平下台了。最新听到的消息，习近平已经辞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对外暂时不公开，估计是直到选出新的总书记啊，可能内斗还没有结束。张又侠暂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以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李强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王小洪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重要事项向李强请示汇报，由政治局常委会讨论。习近平同志保留礼仪性的国家主席的职务啊。我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传言靠不靠谱呢？按照这个传言呢，和张又侠和王小洪联手拿下了席包子的传言呢，这两个传言呢有一定的相似性呢。我先回复一下这位网友的评论呢，说几天新闻就出来了。我们看一下华国锋下台的时间线呢，就不可能有这么快啊。华国锋下台被中共隐瞒的时间长达8个月，至少是8个月啊。在中共11届六中全会1980年前后呢，中共政治局就连续召开了9次会议，专门讨论华国锋的问题呢。邓小平的政治盟友陈云等人在会上向华国锋发难。那这里这个政治盟友的用词啊，我觉得特别准确啊。陈云是邓小平的政治盟友，但不是一个派系呢。陈云和邓小平联手把华国锋赶下了台，但他们两个人不是一个派系的。也就是说，华国锋在台上的时候，掌权的时候，陈云和邓小平联手。那等到华国锋下台了，陈云和邓小平就是两个派系啊，在争夺权力。那1980年11月11日的下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做了重要发言，讲了3点意见。那第一，揪出4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但是揪出4人帮后，党的局面使人大失所望。那第二，这是最重要的，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称，曾经和李先念对华国锋提出要有自知之明，不要随便丢掉已有的这一点贡献，这就有点威胁的意思了。华国锋如果不下台啊，他们可能就要动武了，就让华国锋自己主动的、体面的下台。第3点就是这个事情不能再拖，12大谁做报告决定下来，哪个当主席，哪个做报告，也就是说，让华国锋要立刻下台。到会的29人中，在发言中都认为华国锋担任现职是不适当的。也就是说，早在1980年，这29个人不知道包括不包括华国锋本人啊？也就是说，早在1980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已经决定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华国锋在陈云等人的围攻下败出权力角斗场，淡出政治舞台。那直到1981年的6月9日，8个月之后呢，中共11届六中全会公报宣布，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央军委主席。也就是说，华国锋下台到公布相隔8个多月，至少被中共隐瞒了8个月呢，因为之前还召开了9次政治局会议，可能不止8个月呢。那现在习近平到底下台还是没下台？由于中共的黑箱政治，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从华国锋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呢，即便习近平已经下台了，他不可能立刻公布的。那隐瞒个3个月，隐瞒个半年都是有可能的，直到中共这个黑帮选出新的黑帮首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习近平见或者不见越南国家主席苏林不能说明问题，那关键就是习近平还掌握还是不掌握中共的国家权力。我之前说过了，中共继续搞这个黑箱政治啊，就是想继续搞独裁。我给大家总结一下，习近平失去权力的迹象啊，首先是军队的异动，包括黄明、吴亚楠和王秀斌。
最指标性的人物还是董军呢。习近平如果有本事把董军提拔成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副国级，那谁还敢质疑习近平到底掌握还是不掌握权力呢？董军我认为是一个指标性的人物，董军能上位就说明习近平掌握权力，董军上不了位，习近平就不掌握权力。那其次就是刀把子，枪杆子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刀把子。那王小红我上期节目已经说了，已经有实锤的证据，习近平他和王小红并不是铁板一块啊。习近平他弟弟习远平想用自己的马仔舒庆来取代王小红的亲信戚延军呐，不可能是习远平的意思啊。习远平背后肯定是他哥哥习近平，也就是说，习近平已经对王小红动了杀心。那昨天的标题缩略图我还做个金剑，东宫门里伏金剑，我忘记说了，一会儿说一下。习近平不相信王小红呢，这迹象有很多。陈文清取代王小红升任政法委书记，那特勤局的局长被王志忠取代，陈文清的国安部大出风头，那替代了公安部的职能。这个很明显啊，国安部天天在表演，难道是陈文清在表演吗？难道是陈一新在表演吗？那背后不都是习近平吗？陈文清和陈一新这么卖力的表演，背后不都是习近平在指使吗？就是习近平他不相信王小红的公安部了。第四个，这是最重要的证据呢，是要用舒庆来取代戚延军。这个其实挺严重的，他要用他弟弟习远平的亲信舒庆来取代王小红的亲信戚延军，这就是习包子对王小红动了杀心的意思啊，想对王小红剪裙边。后来为什么没有成功？那由于中共的黑箱政治，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这是一个铁证啊，起码证明习包子和王小红已经分裂了，已经有裂痕，已经有矛盾了。信任这种东西呢，是一种心理因素。当习包子相信王小红的时候，他什么权利都要给王小红，他恨不得把自己女儿都要嫁给王小红，特勤局局长他也给王小红。当习包子他不信任王小红的时候，他会怎么看王小红就怎么不顺眼，就是说一种夷人偷斧的心态，一种总有刁民想害朕的心态。就是习包子看王小红怎么看怎么不顺眼，他怎么看就怎么觉得王小红想造反。一旦王小红失去了习包子的信任，他再做什么都无法挽回细胞的心了，这就是伴君如伴虎啊，难伺候。我记得当时细胞子拿掉王小红特勤局局长的位子的时候，我就说过类似的看法，就是给人感觉习近平已经不再相信王小红了。王小红在细胞子眼里不再是那种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感觉了。我给大家说一下金剑是什么呢？东宫门里伏金剑，有一军人申代公自言我是白头翁，东宫门里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地宫啊。你可以觉得这个推背图就是扯淡啊，但是关键细胞子相信这个呀。有一军人申代公，军人就是警察，那古代人不知道有警察这个东西啊。申代公，王小红的名字里就带一个共，共产党的共，那古代人就喜欢用通假字错别字来打哑谜猜谜语，他不会把答案就直接写在谜面里头啊。弓不一定是弓箭的弓，也可能是共产党的共。那白头翁就是王小红，他在河南的时候头发就已经白了，是染黑的。东宫呢，中国的公安部就在中南海的东边啊。上一期忘了说金剑，金就是金色盾牌。中国警察不是总嚷嚷着金色盾牌金色盾牌吗？剑呢就是蓝剑突击队，是北京特警中的一支部队。也就是说，整个推背图这首诗呢，用白话文说起来，就是王小红带着北京特警蓝剑突击队的队员去中南海抓个细胞子。那白头翁就是王小红，金剑呢就是北京特警蓝剑突击队。那具体是不是这个故事情节呢，我就不知道了。那还是赵月霞和王小红合伙一起把习近平给抓了，我也不知道啊。我主要还是想提供舒庆这个证据啊。习近平想用他弟弟习远平的亲信舒庆来取代王小红的亲信戚延军啊。
习近平和王小红的关系并不是刻板印象中的那种牢不可破、好的要穿一条裤子的关系啊。至于什么原因导致习近平不再相信王小红啊，由于中共的黑箱政治啊，我也不知道，有知道的网友可以指点我一下啊。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心理问题啊，或者说是立场问题啊。我们看这名网友的说法，你什么时候开始收细胞的钱的？别人说一点对包子不利的话，你就着急为他辩护。你是怕他下台了就没法靠他挣钱，还是怕没达成 KPI 包子不给你工资呢？我看到这名网友的话，我是真高兴，他把我心里话都说出来了。那就是为什么要替细胞子辩护呢？为什么要替独裁者辩护呢？我2024年3月份的时候就已经说了，有一个33万的大 V 啊，是大外宣，我没说名字，我要说是谁，大家还不相信呢。现在这名网友他自己发现这位大外宣呢，去骂这位大外宣，我看了真高兴啊，因为我早就看出他是大外宣了。我总结了一下大外宣这两大外宣的共同的特点啊，这一个33万粉丝，一个是28万粉丝的大 V 啊，这两个人呢都是人在中国的时候就已经高强度的输出内容了，已经小有名气了，而且还能自由的进出中国的国境啊。这位33万粉丝的大 V 就是买张机票直飞美国啊。中国的国保国安再废物，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两个人呢？所以现在这位天天他开始给细胞子辩护的，被大家发现了啊，这就是立场问题啊。细胞子下台的传闻满天飞，是因为中共的独裁，是因为中共的黑箱政治，他怪不得别人啊。一般人正常人不是应该抱着看热闹的心态吗？我们在这里骂细胞子，细胞子肯定不知道，但是万一他知道了呢？万一知道把他气死了呢？所以我们看这个传言啊，习近平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那指标性的人物就是董军，能把董军扶上位，当上军委委员，那么细胞子他就还是军委主席。如果扶不上去，他就不是军委主席，那起码他已经不掌握军委主席的权力了。那战区司令这里呢，黄明和吴亚楠都是江泽民的人，他们换了一下位置呢。王秀斌就是习近平派系的，偏偏下台了，可能被抓了，也可能是去中央军委明升暗降了，具体怎么情况不太清楚啊，反正下台了。那现在就是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习近平仍然掌握中央军委的权力，仍然掌握中国军队的权力，对不对？那刀把子这里呢，王小红也出了问题。人事大权呢，3中全会之后呢，连续提拔了15个非习近平派系的官员呢。江苏副省长陈忠伟是李克强和罗志军的亲信，重庆市委秘书长刘尚进是李克强的亲信连维良提拔的。那提拔北京市副市长孙硕呢，当时的西城区委书记王宁呢，那他现在是云南的省委书记。俞正声提拔过王宁，姜伟新提拔过王宁。姜伟新和罗志军还有李克强这3个人都一样，都细胞子弄死了。习近平能提拔自己派系的官员，那么他就还是总书记。如果习近平一直在提拔李克强的亲信，那么习近平还是总书记吗？难道习近平对弄死李克强幡然悔悟了吗？习近平是那样的人吗？对不对？最后这个舆论变调呢，只能算是比较弱的证据了。我们下一期再讨论。好的，谢谢大家。